家好，我是杨志景，欢迎大家来到台湾阿嬷的芭比时代。旅游观光在现代人的生活当中是很重要，而且很日常生活的一种休闲方式之一，甚至于被视为是一种能够带来庞大商机的产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有许多地区和国家都用很积极的态度和方式来发展观光旅游，以作为活络经济的一个策略。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来旅游台湾，但是在进行旅游之前呢，我们必须来先做功课，就是我们要透过一些方式来了解认识我们想要去旅游的地方。1895年，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之一。日本在台湾开始进行交通、教育、产业等等各个面向的现代化建设。那么除了能够提高台湾的生活水平之外呢，休闲观光的概念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而休闲和观光的出现和台湾的铁路建设发展有密切的关系。1908年，台湾纵贯铁路通车的这个同时呢，总督府铁道部也设置了游客科，或者我们可以翻译成旅游科。而除了机关单位的设置之外呢，也举办了与旅游相关的宣传活动。比方说，在1927年的《日日新报》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日日新报社举办了台湾8景票选活动。这个活动呢，引起人们热烈的关心和兴趣，同时也可以看到热烈的拉票情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日治时期宣传和展示台湾的几种具体方法和工具。首先，我们就来看看图像和影像。图像记录是很重要的传达方式，而这个时期呢，图像记录主要是以写真帖和明信片为主，大致可以分为3类：一类是山岳摄影，其次是以原住民或本地人为对象的风土民情的摄影，再者是含有宣传用意的殖民地建设的照片。而就普遍性和实用性来说，明信片会比写真帖来得更有宣传效果。在当时的观光旅游当中，明信片也是交流活动当中很重要的纪念品或者是宣传品。透过明信片的交流或赠送，而可以让殖民者的所选取的台湾意象呢，被人们看见。以下我们就来看看几张明信片。首先，我们看到的这一张明信片当中，的主体建筑呢是一个凉亭。那么，右上方的建筑呢是台闽式的一个建筑。这个建筑呢，以及凉亭的样式呢，就十分的符合介绍当地风土民情的这样的主题。其次，我们再来看看，虽然它不是明信片，这是一张租借汽车的广告。这张广告当中呢，有非常丰富的南国意象，包括了椰子树，占了画面当中相当大的篇幅，以及工业化的建设，在这张图像的右下方，还有非常丰富的自然山景以及海洋。其中呢，有趣的是，重要的观光元素包括赏金活动，以及相当重要的观光景点鹅銮鼻灯塔。此外呢，除了图像之外呢，要说到的是影像。那影像呢，重要的是纪录片。纪录片也是一种非常好的记录和宣传的方式。那么日治初期呢，以旅游观光的影像为主，那么主要是由铁道部来主导拍摄。比方说，就有白银之新高山。可是呢，可惜的是，白银之新高山这部影片被批评为单调，不具吸引力。
到了日治中期，则是以具有观光推广性质的纪录片为主，比方说写真全台湾、日治台湾，这些呢主要是在介绍台湾的产业和著名的景点，以及台湾人的生活群像。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段南进台湾的片段。林野の面積が全土の約7割を占め、その最も大きいものは有山であります。有山は新高山の西方に連なり、桃山御陵、橿原神宮、箱崎八幡宮、明治神宮のご造営に御用材の公営を担っております。この森林の経営は総督府営林所の所管に属し、雲在には有山鉄道を施設し、なおまた伐採を終わったところには全時植林を行おうと極めて大規模な経営を行っております。伐採した木材は我が国唯一の特殊な雲材車で、先天右極のスパイラルと数回のスイッチバックによって下り、鍵に輸送されるのであります。鍵は鍵農林の野球で知られているあの鍵師であります。台南集下にあり、台南に次ぐ都市であり、また新高有山登山口としても知られ、有山から出る木材の集産地であることが鍵師を活気づけております。16万坪の台湾総督府営林所経営の貯木場に最新式の製材機を装置し、その規模の大いなることはいかなる巨材をも自由にし、本邦製材工場中稀に見るものでありまして、東洋一の製材所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以上这些都能够达到宣扬殖民政策和殖民成果的效果。接着我们要讲的是旅行案内，也就是所谓的旅游导览书。那在日治初期的台湾，其实只有很少数的关于介绍旅游景点的刊物，比方说日本名胜地质台湾篇而台湾真正出现旅行导览书呢，则是要到了旅行观光的概念逐渐发展成型之后。那么，在1908年4月份，台湾纵贯铁道通车之后，在此同时，台湾总督府铁道部也出版了《台湾铁道民所案内》。那在这本导览书当中呢，除了有铁路营运的导览解说之外，也介绍了各个车站周边以及它的周边名产。还有些时候呢，会夹杂了当地观光景点的照片。那么这样的特色呢，其实是在不管是当时候的日本内地，或者是日本当时候的殖民地，包括朝鲜、满洲等地呢的铁路导览书当中都有这样子的共通点。那么1908年台湾铁道民所案内的出版呢，它其实是希望能够透过旅游资讯来唤起旅客的一种乘坐或者是说运输的这样的需求。那么到了1912年，铁道部又出版了台湾铁道案内，观光地点呢和基本上呢，和前面那个版本的介绍呢，几乎是相同的。可是，在这个版本当中呢，添加了关于地理、气候、铁路的一些解说的文章。而即便如此呢，却并没有触及到台湾人的生活面向。或者是呢，台湾的传统生活文化、语言等等的相关描述是看不见的。
那么虽然有关于番地的解说，但是也仅止于提到比方说描述番人是剽悍的呀，或者是无志的呀，这样子的很简单的叙述而已哦。前述的旅游案内、旅游导览书，到了1916年呢，再度改名为台湾铁道旅行案内。这个版本呢，最后一直出版到1942年。这本导览书的持续稳定的出版，意味着台湾已成为旅行的目的地及其可能性，同时也意味了台湾近代旅游业的诞生和成长。在日治初期呢，为了增进对台湾有更深入的认识，殖民政府呢会同或是邀请人类学者或者是文人画家来台湾进行考察。那其中呢，他们所留下来的记录呢，对于后续文人作家来台旅行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1920年，佐藤春夫是当时一位非常有名的作家，他来台湾旅行，并且在当时候台湾博物馆馆长森丑之助的规划之下，进行了台湾岛内旅行哦。那由于当时候的民政长官夏春红，他本人也是一位文人，因此呢，特别对作为作家的佐藤春夫在台湾的旅行呢，给予十分高规格的礼遇。佐藤春夫他来台旅行的所到之处有哪些地方呢？从他的几篇游记，包括雾社、女界善奇谈、日月潭游记，或者是殖民地之旅这几篇台湾游记当中呢，可以看到他所到之处有高雄或者是中南部的旅游景点，包括赤坎楼、日月潭，甚至于他也到达山区，包括阿里山、玉山以及原住民的部落，比方说雾社等等，都出现在他的游记当中。那么其中呢，我们可以稍微来看看聊聊女界善奇谈。那女界善奇谈呢，它在日本文坛是很重要的一篇作品。那么女界善奇谈这篇作品呢，这篇小说它是一篇具有浓厚台湾民间色彩的一个文本。那么小说当中呢，由一个记者他以第一人称透过他的台湾友人带领着他穿越了当时候的台南。在小说当中呢，也可以看到当时候台湾市井人民的生活图像。也因为佐藤春夫这么样一位重要的作家，他的来台之旅，并且在旅游之后写下了多篇的台湾游记，使得当时候的日本内地人能够在官方的报道和记录之外，看见更多不同的台湾意象。在1929年之后呢，陆续有许多的日本名人或者是文人或者是青年们，他们来台留下许多经典的文本。比方说中村地平，他就留下了一本台湾小说集，当中许多描写到他在台湾的就学的情形，以及和台湾人接触的相关小说。再者呢，还有另外一位知名作家西川满，他写了一篇《赤坎记》。由于他在台湾居住时间甚长，有留下许多描述台湾的各个类型的作品，小说、诗、散文。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位秋守长太郎，他写了一本《台湾旅行》。这本书中呢，所介绍的是秋守长太郎他来台湾旅游的时候的一些行程，也包括了他的旅游的感想。
那么它的参观重点呢，在于当时候较具殖民色彩的景点，比方说台湾博物馆，或者是比较具有台湾特色的建筑，例如林本源旧宅，或者是有宗教特色的建筑，比方说北港妈祖庙，以及五凤庙等等，还有参访了原住民部落这些地方。不过，上述这些旅游文学的作者是用什么样的角度来观看台湾，可能是更值得我们去留意和思考的点。而至于台湾人的旅游作品呢，主要是由上层阶级的台湾人来进行书写，所以是限定在一个比较特殊的阶级里头。那比方说像李春生或者是林献堂等人，从他们的日记当中可以看到他们有留下旅游台湾的一些记录。那其中呢较完整的呢有张我军，他曾经在台湾民报上刊登了一篇比较完整的南游印象。那其他人一般的游记呢，是否存在，或者是当时候的台湾人是如何的从事旅游活动，比较能够是从日记或者是访问的记录当中去看到一些端倪。那么许多呢是在于介绍台北。这显示了岛内的台湾人对当时岛都台北的繁华和现代化是比较憧憬的。最后留下几个问题，让各位同学想一想：您会选择到什么样的地方观光旅游？而您又会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吸引您前往旅游？是自然生态、名胜景点，或者是人文艺术，是美食，还是现在最时兴的追星呢？期待各位的分享。